今集想同大家講一間成日俾人話係澳門自助餐天花板嘅餐廳，佢就係位於倫敦人度假村入邊嘅漢普閣。晚餐嘅價錢成人係988蚊一位，接近成1000蚊。咁究竟到底值唔值得專登嚟食呢？定係氣氛天花板多過食物天花板呢？今集同你一齊拆清楚，仲會同大家分析埋策略。如果食錯區嘅話，就好容易蝕底噶啦。自助餐抵唔抵食，唔係靠感覺，等我幫你拆清楚。記得訂閱啦。我1月初嚟食呢度嘅自助晚餐嘅時候，就拍咗條 Vlog 片。如果未睇過嘅話，可以撳翻右上角嘅連結噶。先嚟講下環境先，入到去第一個感覺係真係靚嘅，有好大個水晶吊燈、長樓梯、深綠酒紅色嘅梳化位，仲係我第一次見到電梯入邊可以有張咁大張嘅梳化啊！成個感覺好似去咗英國貴族屋企度食晚宴咁樣。如果你係慶祝生日、周年紀念或者影相打卡，呢個氣氛絕對係加分嘅。呢度唔係普通嘅自助餐廳，係宴會級嘅裝修，但係我覺得環境值錢定係食物先係重心呢？先嚟講下佢哋嘅凍海鮮區，有法國生蠔，我最中意嘅羅氏蝦、龍蝦鉗、長腳蟹、鮑魚，比較罕見嘅貴妃蚌。法國生蠔就唔差，但係就唔係好 creamy 嗰一種。龍蝦鉗我就好中意，因為個殼好容易拆，而且啖啖肉。但係波士頓龍蝦就一般般啦，因為肉質就偏韌。整體海鮮都係好嘅，不過就唔係樣樣都5星級啦。而呢一度嘅亮點位就係即點即做，部分嘅海鮮可以喺台度落單，職員就會即點即做。有龍蝦、老虎斑、蟹、蝦同埋扇貝。佛跳牆我就真心覺得好味，金黃色超濃，而且入邊好多料。鴨肝加黑松露都係亮點。但係一個問題就係魚子醬蕎麥餅要自己排隊攞，而且冇人提醒你幾點出。如果你唔係坐近食物區，真係分分鐘會錯過噶。以接近1000蚊嚟講，我就期望佢可以每台送，體驗就會再高級啲，唔係差嘅，不過仲有進步空間咯。而呢度嘅熟食區亮點就一定係我最中意嘅16小時慢煮牛肋骨加即熱嘅刮芝士，呢個真係好好食。而燒乳豬呢，就做到皮好薄脆，水準都係高嘅。就略嫌部分嘅魚類就有啲乾，不過整體嚟講有幾道都幾突出，但係就唔係完全驚艷。老實講，呢度嘅甜品先係最大嘅賣點，有個獨立嘅甜品房，用旋轉木馬嘅甜品架，每一道嘅甜品都有個射燈射住，好似一個高級珠寶咁樣。而所有嘅甜品都唔係普通堆砌嘅甜品，係有法式層次，好似有法國嘅 Gianduja 巴巴蛋糕，仲有好受歡迎嘅日式輕乳酪蛋糕，仲有2款即製嘅梳芙梨，同埋呢度自家製嘅雪糕。如果提早通知餐廳係慶祝生日嘅話，仲有個好有藝術感嘅蛋糕送添。呢一啲都係專業嘅甜品級。如果你好似我咁係甜品控，呢度就一定係值回票價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講下策略先。食自助餐唔係見乜攞乜，尤其係988蚊呢個價位，一定要有策略。我而家幫大家分咗3區，第一區就係綠色嘅主力區，而第二區就係紅色嘅次主力區，第3區就係黃色嘅填充區。主力區就一定要食嘅，包括有魚子醬蕎麥餅、即點即製嘅龍蝦、老虎斑、佛跳牆。而熟食檔就會攞到即煎嘅鴨肝，同埋16小時慢煮牛肋加即熱嘅芝士。呢一啲喺外邊餐廳單點，隨時都要幾百蚊一碟。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唔集中火力喺呢一度，其實就冇食到真正嘅核心價值啦。次主力區就係包括刺身區，好似佢哋有阿根廷嘅啖啖肉甜蝦，同埋生蠔、羅氏蝦等等，呢一啲係好食。但係澳門其他自助餐都有，所以唔係啲乜嘢獨特嘅優勢。至於最後嘅填充區就可以避免啦，
呢啲炒飯、炒麵、麵包、薯條、炸物等等，成本低又飽肚，嚟到俾988蚊食炒飯就唔係好抵啦。而呢度嘅甜品區其實都係另外一個主力區，所以策略就應該係60%力留俾海鮮，30%係甜品，而其他嘅就係1%，識食先會回本噶嘛。其實自助餐仲有另外一個玩法，倫敦人名匯嘅套票大概係4000蚊總房價一晚，包括咗800尺嘅套房、雙人漢普國3餐，有下午茶、黃昏雞尾酒。自助嘅晚餐或者早餐各選一，2個人攤分，人均係大概2000蚊。佢哋嘅3餐都會包括燕窩、生蠔、龍蝦呢啲嘅高貴食材。其實淨係晚餐嘅自助餐，2個人夾埋都差唔多2000蚊，即係話俾多1倍價錢就會多1晚套房同埋多2餐。酒店嘅 Vlog 同埋個訂房連結我都會擺喺資訊欄俾大家參考下。我1月去嘅時候，因為套票可以揀自助晚餐或者係早餐，但係我已經食咗晚餐，所以我就揀咗早餐啦。如果未試過嘅話，其實當然係揀晚餐最抵啦，因為晚餐價格係最高嘅。其實佢哋嘅早餐都唔差噶，食物有成2層樓咁多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咋。如果你本身係打算住酒店嘅話，套票反而比單食晚餐更加合理。最終嘅結論，如果你係純粹想食海鮮自助餐，其實澳門有其他選擇，幾百蚊都有。但係如果你係想慶祝、重視甜品、重視環境，或者想試一次天花板嘅體驗，漢普國係高級嘅選項，唔係日日嚟食嘅地方，但係特別嘅日子食一次。至於值唔值得，就視乎你係重視食物，或者係重視整體嘅體驗啦。好啦。今集就同大家拆到呢一度。如果你都覺得自助餐抵唔抵食，唔係靠感覺，而係想睇清楚數字同埋主力區點樣食先至唔會蝕底，記得訂閱我啦。之後我都會做多啲有關於澳門同香港嘅值唔值得系列，幫你用最理性嘅方法食得最精明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就幫我按讚、留言同埋分享啦，話我知你最想睇邊一間自助餐啦。我哋下次見，多謝晒。